儿臣拜见皇额娘。快起来，快起来吧！女儿啊，咱们母女一别20年，终得相见。女儿，额娘，女儿再也不愿离开您了。不能离开了，不能离开了。儿臣以探视端叔姑母为由，去达瓦齐的府邸看过了，他还算安分。探子也来报，说他心智跌堕，放荡度日。达瓦齐不耐京中风俗，每日向大池中央驱鹅逐鸭，沐浴其中以为乐趣。他还耽于饮食，大吃大喝，日夜不休。皇额娘昨日还和朕提起，说达瓦齐糟蹋府邸，酒气逼人，要横绰移去慈宁宫居住，朕也允了。皇阿玛仁孝，体谅皇祖母心意。朕对这个妹妹，真是满心的愧疚啊。听说端叔姑母已经进宫了，皇阿玛可要去看看她。快停轿！停！你我兄妹多年未见，不必行大礼。不，先君臣，后兄妹，横绰不敢僭越。这些年，朕一直惦记你。你可还记得这是什么？不记得了。怎么会不记得呢？这是你出嫁前你送给朕的金丝蝈蝈笼子，你小时候最爱玩的。身为笼中人，哪里还喜欢玩这种笼中虫？皇上所言，横绰真的不记得了。天色不早，横绰先回府了。你还是赶紧搬回慈宁宫常住吧。皇额娘最惦记的就是你。等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自会去陪伴皇额娘。我欠了她孝道，我一定会用余生弥补。皇上也是。朕的妹妹，她不会原谅朕了。皇上还要关我多久啊？主儿，您再等等，或许皇上很快就放您了。放过了我，什么时候能放过我的孩子？我真想念永成、永轩，还有永熙。御史向皇上进献粮草，还力抗准噶尔，救助我大军。皇上会顾及御史，也顾及您的。听说巴陵王给你来信了，可怎么说？还能说什么？安慰我的丧女之痛，也叫我打起精神来。这是巴陵王的远见。准噶尔战事刚平，皇上厚赏了巴陵部上下，这也是你的脸面呀。
好了，我知道你心疼六公主没了，可皇上只要照样宠你，再过个1年半载的，孩子就又有了。朕已经命人重新绘制地图，将准噶尔之地详细详度，完整的载入皇御全图了。皇上完成了先祖之愿，理当普天同庆，以告慰列祖列宗。这平定准噶尔之后，便是边地一直不肯驯服于朕的韩部了。韩部与准噶尔素来亲近，皇上已经平定了准噶尔，收复韩部也是指日可待。朕也是这么想。如意啊，有件事情，朕想和你商量。朕平定准噶尔之后，万国来贺。此次战役，金氏的母族御氏一族颇有贡献。这前朝后宫都有庆典，朕想着，这样的场合，若是金氏禁足不出席的话，朕是怕御氏会有非议。皇上的意思是，金氏禁足之后，一直是以答应的位分对待，每日还要受鞭刑。朕想，为了顾及御氏的颜面，朕想停了他的鞭刑，复他贵妃之位。来日他要是见到了御氏族人，也不会说咱们亏待了他，委屈了他。国事在上，皇上决定就是了。如意啊，朕也是出于无奈，为难你了。嘉贵妃还真是，一放出来就摇身一变，又是贵妃的架势了。听说啊，皇上学了萨个，常出入启祥宫请安。儿子请额娘安。儿子，太好了，真好，真好，额娘又能常常见到你了。额娘受苦了，这次叫儿子来有什么吩咐？来，额娘刚刚去了协芳殿，见了你弟弟永璇和永兴。前几日承蒙皇恩，额娘还见了御史使者。有2件重要的事要与你商议，坐。额娘，您这又胡乱想什么呢？别忘了，您前几日刚复了位分放出来，您别再动这些歪心思了。什么叫歪心思啊？额娘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能登上太子之位，你怎么倒先放弃了？儿子不敢，您说吧。这第1件。便是你的婚事，额娘一直替你留意着好人家，皇上也答应额娘了。只要是额娘看中的，皇上便会为你指婚。当真？天子之言岂能有假？那额娘看中了哪家哥哥？先帝在世时，与和依亲王最为兄弟情深。和依亲王的次女嫁与扶桑娥为妻，他2人有位格格，聪慧善良，高贵大方。嫁与你为福晋最为合适。可他们肯吗？夫凭妻贵，妻凭夫贵都是一体的，他们当然肯了。皇上为何会看重孝贤皇后？还不是因为她的出身和家世。只要你娶了扶桑娥之女，对咱们来说更是一重依靠。那第2件事？第2件事更为重要。已经有人替你开口了。前2日，御史来贺，使者向朕打探，是否有立太子之意。
那人说起，孝贤皇后生前2位皇子早夭，朕既爱重永成，何不让永成为孝贤皇后嗣子？来日在孝贤皇后灵前，也可有人祭祀供奉。傅恒，你是孝贤皇后的亲弟弟，你来说说。孝贤皇后生前喜爱4阿哥，常待在长春宫，这是事实。可孝贤皇后也从未提起过要抚养4阿哥之事。想来，孝贤皇后对4阿哥，无非是中宫嫡母对皇子的关爱而已。额娘，这事妥吗？不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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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妥！额娘，此事不妥。这有何不妥？永成，额娘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会为了你去争到底。哎呀，你吃亏的就是从额娘的腹中拔出，不是托生在中宫腹中。之前孝贤皇后在世时，额娘也跟她提起过，要她抚育你，以你为养子。额娘，皇额娘也有亲生的12阿哥呀。是，我就算过继给了孝贤皇后，成了她的儿子，又算什么呢？有什么用呢？如今的中宫是继后，孝贤皇后是嫡后，就凭他，也配和孝贤皇后比肩？便是他的儿子，也不能和孝贤皇后的儿子比。否则，为什么2阿哥、7阿哥还年幼，皇上就想着立太子？如今12阿哥都几岁了，皇上却从未提起过。那咱还是慎重慎重吧。相信额娘。今年不知道怎么了，天儿虽热，但总觉得身上凉津津的。大概身子也是真的虚了吧。岁月催人老，谁不想多留时光，停住片刻呢？谁还没有老的那天啊？倒是听说嘉贵妃每日要装扮数个时辰才肯出门，这大半夜的还要用人参、玫瑰水熬在一起，净手泡脚。臣妾听着呀，都觉得累得慌。一个女人，若是连自己的脸面都不顾了，不懂得收拾打扮，那还叫什么女人啊？嘉贵妃的心可真宽，8阿哥的腿废了，4阿哥也不能负宠如前，你还能整日想着打扮自己，咱们可真是学不会啊。永成一时受小人陷害，连着永璇也坠马受伤。可他们毕竟是皇上的儿子，即便是腿受伤了，即便是恩宠不在，那也是凤子龙孙。嫔妃之中，嘉贵妃子嗣最多，也是叫人羡慕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永璋敦厚有礼，永琪更是皇上的左膀右臂，生子应当如此，才是先祖的孝子贤孙。这想想圣祖的8阿哥、9阿哥，因争帝位被先帝削爵捐禁，一个叫阿奇那，一个叫赛斯黑，极尽羞辱，哪里有半点凤子龙孙的颜面？你们是拿圣祖8阿哥允祀于本宫的8阿哥比吗？嘉贵妃如此多心，是说皇上也会有这样的儿子吗？皇上的孩子自然不会如此，更何况臣妾的儿子，一个行8，一个行4，也是占了运气的。太宗是皇8子登基，先帝是皇4子登基，皇上也是皇4子。即便是臣妾的儿子再不争气，有祖宗的福泽传承，怕也坏不到哪儿去。皇子们自然会受到先祖福泽的庇佑，只是嘉贵妃，
你需慎言。臣妾知道。行了，今儿都散了吧，都回吧。娘娘，娘娘你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，今年没挪去园子避暑，怕是热着了您。朕已经吩咐过兵库了，您这儿的供应会足足的。不去园子里也好，车马折腾也麻烦。再则，在紫禁城里，横绰和横提来看哀家，也方便。是啊，皇娘手抄的经文，儿子已经吩咐人发散下去了。这是积德的好事。哀家抄抄经文，心里也安静。皇娘安心的颐养天年，儿子自当孝养。皇上，皇后娘娘突然晕眩。怎么说？哎，皇帝不必问了，赶紧去瞧瞧。儿子先行告退。走。姐姐方才吓死我了，没想到是这样的好消息。娘娘，皇上到了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，皇后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是喜脉，已2月有余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只是这几日暑热难当，皇后娘娘身孕体虚，再加上动了气，才会眩晕。这几日需要静养，以保无虞。太好了，江卫斌，务必让皇后好生调养，保皇后和龙胎万无一失。是，微臣这就下去准备。皇上，你说是不是景嗣在天有灵，怕咱们膝下寂寞，所以又投胎转世回来陪咱们了？是啊，一定是景嗣想咱们了，所以又回来了。还好姐姐无事，若是姐姐或者肚中的孩子受到伤害，那么嘉贵妃就算死了万次，也难辞其咎。怎么？方才朕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在外头，是不是嘉贵妃又冒犯了皇后啊？是嘉贵妃言语出格，冒犯了祖先和皇上。姐姐替祖先和皇上主持，提点了嘉贵妃，才动了胎气。她说了什么？嘉贵妃究竟说了什么？事关皇子，臣妾亦为人母，不宜多言。但说无妨。这皇上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皇后娘娘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儿吧？皇后娘娘吉人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天气这么热，还要人在这儿等多久啊？皇后娘娘凤体为和，咱们交心不已，都是心甘情愿在这等消息的。嘉贵妃若是不耐烦，大可以自己先回去，反正皇上在里头。等会儿咱们禀告一声便是。话说皇后娘娘这身子也太娇弱了，只是眩晕而已，又未昏倒，何必兴师动众、大惊小怪的呢？各位主久等了，皇后娘娘已经无碍，皇上请各位主殿内一坐。叫你们进来啊，是有件喜事要告诉你们。皇后有喜了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，坐。谢皇上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凤体如何呀？臣妾们还等着给皇后娘娘贺喜呢。皇后已无大碍，太医嘱咐皇后卧床静养安胎，目前已经歇下了。那臣妾们就等皇后娘娘凤体无虞了，再向她请安道喜，只盼着皇后娘娘凤体安康，能再得嫡子。朕也盼着如此啊。如今中宫再度遇喜，朕心甚慰。